知道阿肯色州的阿萨每年要 PIT 多少辆车吗？毫不夸张的说，他们每天不是在 PIT， 就是在寻找机会 PIT。不管你开的是轿车还是 SUV， 也不管你的车速是20还是200，只要露出破绽，他就会毫不犹豫的上去贴贴。今天带大家看几个极其精彩的 PIT 案例，看看大家能否从中有所收获。警灯一开，悠哉悠哉，赶快去拿纸，坐稳就开始。欢迎收看《最后的自由》，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现在 ASP 阿肯色州的阿萨马歇尔威廉姆斯发现一辆白色的雪佛兰轿车涉嫌超速，雷达显示他在限速90的道路上开到了130公里每小时。本地人都知道这种情况非常常见，一般被抓到的现行都会选择靠边停车破财消灾，但总有那么几个铁头娃要选择硬刚。光开氛围灯，老哥装瞎看不见，阿萨也打开了警笛，但这老哥仍旧自顾自的向前开，没有半点反应，这又聋又瞎的开什么车？此时阿萨已经有了上去贴贴的想法，但为了好交差，还需要多跟一会儿。虽然规定中并没有明确的提到要跟多长时间才能执行 PIT， 这个完全由阿萨自己来把握。为了避免被秋后算账，所以他们一般都会在老哥明显有了逃跑的意图时动手。就比如现在在身后跟的1分多钟，老哥的车速由刚才的130反而提到了160，这个速度已经影响到了 NPC 的安全，让阿萨找到了动手的理由。只见阿萨提速切到右侧路肩，这是在确定待会儿老哥失控时所前进的方向，时速170公里，并行1秒，45度角已经准备就绪，向左轻轻一靠，顶住老哥车辆尾上的侧面，只是瞬间老哥的车便失控，冲向了绿化带。这个 PIT 行云流水，堪称完美，让我们来完整的看一次。从前戏到全系解决战斗，全程不超过3分钟。论效率这一块还得是 ASP， 但当阿萨掉头查看战绩时却惊呆了。老哥的车在冲出道路时翻滚多圈，最后撞上电线杆才停了下来，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侧方位停车的画面。起初阿萨还并没有当回事儿，用无线电向总台讲述着他的战绩，但他才刚靠近一会儿，车底便冒起了滚滚的浓烟，这下他慌了，比刚才170公里时速贴贴还要慌。因为这老哥虽然没受伤，但在车里困住了出不来，如果车辆起火，后果将不堪设想。眼看冒的烟越来越大，阿萨也万分焦急，于是他便使出了绝技这两脚虽说玻璃纹丝未动，但却是将老哥吓得不轻。路过的 NPC 看到这副阵仗，连忙过来想要见义勇为，但他才刚过来，就看见老哥从后挡爬了出来。老哥刚脱困，整辆车顿时浓烟滚滚。这个 NPC 一时间看得手足无措，本以为他是来帮忙的，没想到是来在线吃瓜的。不过好在，虽然现场像是被放了一个烟雾弹一样，但是并没有起火，事情也没有进一步的升级。老哥也被阿萨成功拿下。经过调查，这位老哥名叫约瑟夫 ·D· 亨德森，不去当海贼王，多少有点浪费这名字了。在他的行李箱里，阿萨还发现了一小袋的绿色叶子，而这位老哥将被指控超速行驶、鲁莽驾驶、拒捕、非法持有管制药品、无保险和车牌过期等多样罪名。就这样，第一位老哥成功失去自己最后的自由。现在让我们有请第二位，同样是超速，这位名叫南德尔·施瓦布的阿萨盯上了一辆吉普自由侠。经过对车牌的调查显示，这辆车在前一天被人零元购，这才隔1天就被找到了。车主的运气真不错。面对阿萨的氛围灯，他的做法和上一位老哥一样，虽然表面打开了双闪，但却就是不停车。眼看还处于前戏时间，阿萨倒也并不着急动手，毕竟只是一辆自由侠，这玩意儿在历史的登场记录当中就没有一回不翻车的。好在停产了，不然高低得呼吁大家别瞎买。在随后跟的1分钟左右，阿萨终于失去了耐心，老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转弯这个弯后，老哥便一脚油门正式开启了匹配。这条道路相当窄，只有2车道，而且两边还有住宅，再加上时不时出现的减速带，让阿萨没有半点想要上去贴贴的打算。老哥趁机把速度越踩越快，速度已经来到了160公里每小时，但在一个颠簸过后，落地的老哥突然失控，撞上路边的电线杆后，施展出了一套托马斯回旋，180度翻转，衔接720度回旋，外加空中卸货，细节减轻负重，最后舒服的躺在路边，摆上了 ending pose。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的回放，老哥失控的原因。在被颠起落地之后，车辆有了向左行驶的迹象，慌乱之中，老哥踩了一脚急刹，向右猛打了一把方向，最终因为车速过快，没有了回旋的余地，贴着马路牙子撞上了电线杆，导致了翻车。像这种腾空后正确的做法，首先就应该是握紧方向盘，其次就是除非即将碰撞，否则优先靠松油减速，而不是踩死刹车。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在慌乱之中猛打方向。可以说以上几点老哥全占，妥妥的1星小黄鸡。而打完了这样一套操作的老哥，居然还能瞬间下车开溜，速度之快，就连号称特长是腿特长的阿萨都跟不上。在向总台汇报了老哥的身形和穿着之后，也只能无奈放弃，先救人要紧。不过虽说老哥跑得够快，但最终还是被汪
汪汪队给拿下。经过调查，这位老哥名叫达斯汀·保尔曼，年仅23岁，他还不是一般人，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还在假释期间，而他上一次被逮的原因是因为非法持有和售卖管制药品，这一次他将被指控驾车逃逸、徒步逃逸、违反假释规定、收受赃物、鲁莽驾驶、超速和损坏公物等多样罪名，保释金为10万美刀。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就是车已经找到了，阿萨破案神速，可以通知车主来拿车了，不过开是开不走，可以拖走。而坏消息就是这位从副驾上被甩出来的妹子，在刚才的撞击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腰部以下将瘫痪。在他的证词当中有提到，期间他多次表示想要下车，甚至一度解开了安全带，但是老哥自认为可以摆脱阿萨，最后却是自己翻的车，也不知道老哥哪来的自信。但这件事情也提醒了我们，坐车时无论是哪一个位置，都请务必正确的系好安全带。好，现在让我们有请第3位老哥，和前2位不同，这位老哥更加大胆，顶着一个光秃秃的车牌就上路了。要知道 ASP 比车系更为出名的是视力，看来这位老哥有点实力，和我的胡须一样，都是硬茬。快，奔腾小星锤申请匹配，近40年的国货大品牌，首创了便携式3头剃须刀，到手只要100多，把胡茬剃得太干净了，脸颊下巴都能反光，小机身大能量。它的3亿立体浮动刀头，配合13.5万次每分钟的切割速度，紧贴两颊下巴，攻打人中唇沟，多硬的胡茬都不是对手。专门设计的双环弧面刀网，丝滑剃须，一顺到底，工作压力大，爆痘的时候也能用，不用担心血光之灾。兄弟们选剃须刀，一看方便，磁吸刀头能拆洗；2看实用，干湿剃须全兼顾；3看颜值，外观高级超有面；4看耐用，自研磨刀头越用越锋利，比阿萨转弯都丝滑。像我平时出差旅行都随身带着，电量足，续航能用1个多月，需要就来评论区领券，保价送运险，充就完了。这位名叫亨特·施万茨的阿萨一眼就发现了老哥的猫腻，由于起步慢了不少，避免打草惊蛇，阿萨没有第一时间打开氛围灯，这是一个许多阿萨都喜欢用的小技巧，但如果超过了限速还不开灯，也是一种违规的操作，所以这种操作也饱受网友的争议，尤其是在没有抓到老哥的情况下。但叫阿萨好奇的是，尽管他没有开灯，还没有来得及靠近老哥，就被他发现，提前一步踩下油门，将车速提到180公里每小时。老哥究竟是怎么发现的，现在还是一个谜。尽管阿萨对此非常好奇，但眼下的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的和老哥缩短距离。和前面2台车不一样，这野马可是道奇充电器的一生之敌。这是一辆第4代福特野马，至今至少有20年的历史，但这辆老爷车在老哥手上显得却是十分灵活。只不过这 4.6 自吸 V8 发动机在现款的道奇充电器面前显得有些捉襟见肘。眼看老哥已无还手之力，阿萨也顾不上前后都有 NPC，160公里的时速找到一个空档上去就是一个贴贴，一招制敌的同时还能成功避开老哥的回旋镖，一辆经典的福特野马就此陨落。经过调查，这位老哥名叫贾马里乌斯·蒂巴勒特，好家伙，最近是不是捅了海贼窝？他将被指控逃离警察、鲁莽驾驶、超速、驾驶无牌车辆、无照驾驶、非法持有管制药品和非法持有枪支等多样罪名。而在将老哥拿下后，阿瑟也解开了心中的疑惑。之所以在没开灯时就发现了阿瑟，是因为跟在老哥身后有一辆蓝色的现代轿车，这辆车里坐的是老哥的2个女朋友。阿瑟经过时，他们正好在通电话，所以在第一时间就告知了老哥。事实也正是阿瑟经过了这辆轿车时，老哥就开始加速。在阿瑟的报告中提到，这2人对老哥不离不弃，甚至在老哥被贴贴后，试图阻止阿瑟抓捕。反倒是老哥的表现十分沉稳，看样子应该是在给莱斯特打电话，就是不知道已经被铐上了，这个点打还晚不晚？到这里，本期的节目就已经结束，大家动动手指，一键3连，下一期给大家更消息合集。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最后的自由，我们有缘再会。